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台中市的南区有一座不起眼的住宅大楼，它在这个城市里并不算什么特殊的存在，外观简陋，色调单一，常年被尘土覆盖。但在每个经过它的人心中，这座大楼却仿佛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，令他们忍不住驻足，心底升起一种难以言说的恐惧。大楼的名字早已在当地居民之间传开，传闻中它有着一个诡异的绰号——猛鬼大楼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这座大楼在1980年代末期建成，当时它象征着现代都市的兴起，拥有一流的设施与环境，成为年轻人理想中的家园。最初很多人都愿意入住这里，搬进来开始了新生活。可是不久之后，种种异常现象悄然发生，让这座大楼的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李娜，一名年轻的记者，刚刚从大学毕业，她对各种未知的事物充满了好奇。她并不相信鬼神之事，对于所谓的猛鬼大楼，她更是嗤之以鼻。她认为这些仅仅是人们的迷信与恐惧心理，甚至觉得这些传闻不过是无聊的都市传说。然而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接到了一个看似平常但却极具挑战性的任务，调查猛鬼大楼的真实情况。任务的背后是一家媒体对都市传说的系列报道。李娜被派去还原真相，以便揭开这一切背后的谜团。她的心中充满了不安，但更多的是好奇。毕竟这座大楼已经成了台中市民口耳相传的恐怖地标，而她的任务正是要撕下这个面具，带来所谓的真相。李娜入住了大楼的一个单元，这是她临时安排的驻扎地。初到这座大楼时，她并未感受到任何异样。外面是明媚的阳光，楼道里寂静无声，唯一引起她注意的是，墙角的灯泡闪烁了几下，发出微弱的嗡嗡声。她站在电梯门前，随手按下了按钮，电梯的门悄然打开。她走了进去，按下了上行的按钮，电梯轻轻的上升，静悄悄的，只有电梯的运行声在耳边回响，不过是空穴来风罢了。李娜心里暗自嘲笑自己。可是当她的目光落在电梯的显示屏上时，她注意到显示屏上方的楼层数字不规则地闪烁了几下，仿佛有意外的干扰。她皱了皱眉，但电梯最终平稳地停在了她要下的楼层。当她走出电梯的瞬间，一股异样的阴冷感扑面而来，空气中似乎弥漫着某种奇怪的气味，不像普通的霉味，而是带着一种腐朽的气息。他不禁打了个寒战，心中的不安悄悄升起。他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步伐，走进了他的新公寓。打开门的一刻，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公寓里的家具看起来像是被遗弃已久，尽管空间里还有一些生活的痕迹，但似乎一切都显得很陌生。空气沉闷，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一片灰蒙蒙的天空。李娜叹了口气，尽管她的心中浮现出一丝不安，但毕竟只是暂时的住所，调查才是她的主要任务。那天晚上，李娜的脑海中盘旋着大楼的传闻，她依旧没有相信那些荒谬的故事，但无法否认的是，神秘的氛围确实让人有些焦虑。她坐在沙发上，拿出笔记本电脑，开始查阅关于猛鬼大楼的所有资料。一切似乎都很平静，直到夜深人静时，楼道里传来了低沉的声音。那声音轻微而规律，就像是脚步声，穿透了厚重的墙壁。李娜眉头微皱，起身走到门口，打开了门。走廊空空如也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她心里不禁生出一丝不解，自己是不是太过紧张了？就在她准备关上门的时候，那声音再次响起，清晰明确的脚步声，越来越近。李娜一惊，回头看了看公寓里空荡的空间，心跳突然加速。她紧紧地握住门把手，试图平静下来，可是那脚步声始终回荡在耳边，仿佛他正站在门外，等待着她的回音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终于鼓起勇气走出了公寓，沿着昏暗的走廊走去。每走一步，她都能感觉到那种莫名的压迫感，仿佛周围的空气变得沉重无比。然而走廊里依旧没有人影，脚步声也随之消失了。李娜的心情愈发复杂，她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无法理解的领域，犹如走进了一场无法逃脱的梦境，
而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。李娜在公寓中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，那怪异的脚步声让她无法入眠。虽然她告诉自己，这可能只是建筑结构老化造成的声音，或许只是楼上的住户深夜的走动，甚至可能是她自己的幻觉，但心中总有一股莫名的压抑感。第二天，她开始了对大楼事件的调查。她走访了楼内的其他住户，试图了解他们的经历。然而，面对她的问题，大多数居民都显得回避和不愿谈及，甚至有人在她提到怪异现象时，脸色苍白，匆忙关上了门。只有一位年迈的老妇人似乎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，低声说道：“那楼不简单，你还是别深问了，问多了对自己不好。”她的言语虽然含糊，却让李娜心生疑虑。为了深入了解，李娜决定自己亲自走访了大楼的历史档案馆，开始查找大楼曾经发生的异常事件。她翻阅着泛黄的文件，心中渐渐明了，失踪事件正是这座大楼阴影的根源。有多名住户曾神秘失踪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89年发生的一起案件。那是一个名叫程颖的年轻女孩，住在大楼的顶层。她最后一次出现时是在深夜时分，带着行李箱准备离开，却在电梯口消失无踪。所有监控录像都显示，程颖在电梯前停了下来，随后便消失了。那时正是这座大楼的电梯出现了异常。李娜的手指停在那份记录上，目光变得凝重。程颖的失踪没有任何痕迹，没有任何线索，仿佛她从未存在过。李娜的心跳加速，她开始怀疑大楼里的神秘现象是否与这些失踪案有关。晚上，李娜决定再次上楼去调查。她试图揭开那个被压抑的真相，尽管她知道自己的行动充满了危险，但她无法抑制内心的好奇和对真相的渴望。这一次，她走到了程颖失踪的那一层，电梯静默地停在了她面前。李娜深吸一口气，按下了楼层按钮，电梯门叮的一声打开，露出昏暗的楼道。她迈步走了进去，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中回荡，显得异常清晰。她走过一扇扇空荡的门，渐渐接近程颖曾住的公寓，心中的不安逐渐加剧。周围的寂静让她的每一步都显得沉重。忽然，一阵寒风从门缝中钻了出来，带着一股潮湿的腐朽气味，令她不禁打了个寒战。她不由自主地推开了那扇门，房间里的景象让她倒吸一口气。房间并不凌乱，桌子上的物品似乎还保持着她最后离开时的模样。可是，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，床边的墙上有着不明的灰色痕迹，像是长时间未曾清理的污渍。李娜靠近了床头，轻轻地触碰墙壁，忽然，她的眼角余光捕捉到了什么墙角处，一根细小的线条从墙面上伸出，那线条蜿蜒延展，仿佛在引导着她去发现某种秘密。她的心脏猛地一跳，赶紧把手缩了回来。但就在她准备离开时，突然，身后传来了一阵轻微的声响，那声音就像是有人在低语。她回头望去，却什么也没有看到。电梯外的走廊依旧空空如也，唯有阴冷的空气令人窒息。李娜的心脏跳得更快了，尽管理智告诉她，这一切可能只是她的错觉，可她总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正悄悄靠近她。她迅速离开了那间公寓，但走廊中的空气变得异常沉重，脚步声变得越来越清晰，仿佛有人一直在她身后追赶。她加快步伐，快步走向电梯。然而，电梯的门却并没有自动打开，屏幕上的数字停滞在了2这一层，仿佛电梯出了故障。李娜急得心跳加速，她伸手按下了楼层按钮，却发现电梯根本没有反应，屏幕闪烁了一下，随后变得一片漆黑。这时，脚步声再次响起，而且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。李娜用力按下电梯的紧急按钮，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膛。电梯终于开始移动，但就在她上升的瞬间，李娜突然意识到，电梯并没有按照预定的楼层停下来，而是直接冲向了大楼的顶层，那个程颖最后消失的地方。她的内心开始狂跳，眼前一片黑暗，耳边只有电梯的机械声和那不断逼近的脚步声。她猛地转身，忽然间，一阵低语声涌入耳中，宛如一道声音的海浪，
将他完全吞没。李娜的心跳几乎能听见，电梯的金属门在她身旁关闭时发出了刺耳的声响。她的手握住扶手，紧张的几乎让她喘不过气来。随着电梯逐层上升，周围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凝重。李娜强迫自己平静下来，但内心的不安却愈加强烈。她觉得自己仿佛走进了一片无法自拔的迷雾，空气也变得异常沉重。电梯的灯光忽闪忽灭，她不禁回头看了看，却只看见一片虚无。电梯的轰鸣声突然变得格外响亮，打破了她的沉默。就在这时，电梯突然停住了，光线变得更加幽暗。李娜的手指冰冷，她按下了紧急按钮，但电梯并没有反应。她的呼吸急促起来，心里升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。怎么回事？她喃喃自语，焦虑地看着电梯中的显示屏，屏幕上显示的楼层数字变得模糊不清，闪烁着绿色的光芒，仿佛处于某种失控的状态。就在这时，电梯门猛地开了，外面是一个陌生的走廊，漆黑一片，唯一的光源来自电梯本身发出的昏黄光。李娜的心跳加剧，身体微微颤抖。她深知自己已经身处未知的领域，她明白这个走廊不是她原本要去的地方。走廊两侧的墙壁泛着陈旧的痕迹，灰尘厚重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霉味与腐朽的气息。这里显然没有人住过，四周寂静无声，仿佛时间停滞在某个瞬间，连呼吸也变得异常沉重。他缓缓走出电梯，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中回荡，声音异常清晰，却又无法突破沉默。走廊的尽头突然亮起了一盏微弱的灯，指引着他走向一个更深的地方。他无法控制自己，逐渐被那微弱的光吸引。他走得更近，直到眼前的房间渐渐清晰。那扇房门似乎久未打开，门上的漆已经剥落，透出一股古老的气息。李娜深吸了一口气，伸手推开了那扇门，门缓缓打开，发出吱的一声，仿佛某个古老的秘密被暴露了。房间里布满了尘土，陈旧的家具散发着腐朽的气味。最引人注意的是，那张桌子上摆着一个陈旧的相框，框中的照片已经泛黄。李娜走近时，突然看到照片中的一张熟悉的面孔，那是程颖。他的眼睛定定地看着相机，面带微笑。然而，这张照片里的程颖与李娜在档案中看到的照片不同，他的笑容显得异常空洞，就像是被困在某个无声的深渊中，无法逃脱。李娜的心脏猛地一跳，脑袋一阵空白。她转身四处张望，却发现房间的每一面墙上都贴满了相片。照片中的程颖的笑容越来越怪异，越来越空洞。突然间，房间内的灯光猛地一闪，接着变得更加昏暗。李娜的心脏开始狂跳，她转身准备离开，但此时房门却猛地关上了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，一股冰冷的气流席卷而来。李娜的心中满是疑惑和恐惧。回到她的公寓后，她几乎没有休息，脑海里不停回荡着那张苍白的面孔和低语声。她强迫自己整理思绪，决定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这座大楼的历史。她再次返回到台中的档案馆，这一次她翻阅了更深层次的资料，试图找到这座大楼的建设背景。她从一份厚重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细节：大楼建造的那块地原本是一片风水不佳的地方，且有着不为人知的历史。资料显示，这片土地原本是一个坟场，几十年前这里曾是一个小型的民间墓地，墓中埋葬着许多无法得到安葬的无主孤魂。根据风水学的说法，土地上积压了太多冤屈的灵魂，长期的堆积让这片地方的气场变得极其不稳定，阴气沉重。李娜翻阅的这些资料中有着一位风水大师的记载，这位大师曾被请来对该地进行风水评估。他明确指出，这片土地的死气过重，堆积了太多不安的灵魂，建造任何大楼都将面临巨大的风险。然而，由于开发商看中了这里便宜的土地，仍然决定将其开发成住宅大楼，忽视了这份警告。更让李娜感到震惊的是，大楼的设计图纸曾在最后阶段做过大幅修改。原本的设计方案要求保留一部分空地和绿地，用来疏解土地的阴气。然而在最后的设计方案中，这一部分被完全取消，
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大型停车场。停车场的地下深处，正好处于这块土地的核心位置。李娜猛地停下了手中的翻阅，思绪如潮水般涌来。难怪这座大楼的设计与结构如此怪异，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某种不寻常的力量在作祟。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建筑问题，更有可能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灵异现象。回到公寓后，李娜开始反思这一连串的事件，那股阴冷的气息，那些无法解释的声音和失踪事件，是否真的与风水有关？她开始怀疑大楼中的神秘现象，是不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积压的负面能量所引发的灵异事件？这个念头让她不寒而栗，但她知道自己必须弄清楚真相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李娜通过更多的采访和调研，进一步了解了大楼过去的居民们。越来越多的细节开始浮出水面。一些早期的住户表示，自己曾多次遇到过电梯异常、奇怪的声音，甚至还有失踪的居民曾在临死前表示，自己被某种看不见的东西追赶。渐渐的，李娜意识到，这并非仅仅是孤立的个别现象，而是整个大楼的集体恐怖记忆。她的心情变得越发沉重，知道自己已经深陷其中，难以抽身。在一次与一位老住户的交谈中，李娜获得了一个关键的线索。那位老住户提到了程颖，那个失踪的女孩。老住户声音低沉，眼中闪烁着警惕的光芒。程颖的失踪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失踪事件，我听说她在失踪之前，曾试图在地下车库找到某个东西。那天夜里，电梯也出现了异常，门无缘无故地关上了，停在了地下。李娜的心头一震，地下车库，这正是风水问题的核心区域。她忽然意识到，自己一直以来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地方，地下的停车场，或许正是这一切异常现象的源头。几天后，李娜终于决定深入地下车库进行调查。她对自己说，只有亲自去看一看，才能确认自己心中的猜测是否属实。她将摄像机和手电筒带上，准备在深夜时分前往车库。地下车库的入口阴暗，空气沉闷，一股难以言喻的意味扑面而来。李娜的心脏再次开始加速跳动，但她没有退缩，反而更加坚定地走了进去。手电筒的光束在空旷的地下车库中划出一道道微弱的光圈，照亮了周围的空间。车库的尽头是一扇铁门，门后的黑暗深邃如深渊。她走过去，手指触碰到门把手时，忽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寒气袭来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从里面逼近。李娜深吸一口气，轻轻推开了门。地下车库的铁门缓缓打开的瞬间，李娜感觉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压迫感。她深吸一口气，试图保持冷静，可脚步却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束缚着，迟迟无法向前迈动。黑暗中，一切都显得沉寂，只有她急促的呼吸声和沉重的心跳在她耳边回响。她手中的手电筒发出微弱的光芒，映照出车库墙壁上斑驳的油渍和污点。她的目光停留在那堵墙壁上，仿佛看到了某种模糊的痕迹，像是被刮擦过的印记。黑色的污渍沿着地面蔓延，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图案。那种印记看上去像是某种图腾，充满了诡异的气息。这是什么？李娜的喉咙干涩，心脏开始加速跳动。她走近了一些，举起手电筒仔细看去。突然间，一阵刺耳的低语声在她耳畔响起，声音轻柔，却带着一种极端的压迫感，让她的皮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那声音不像是从某个人的嘴里发出的，而是仿佛从整个空间中涌现出来，像无数个声音交织在一起。李娜猛地转头，想要确认声音的来源，但周围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你想知道真相吗？一个沙哑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。她的心猛地一跳，几乎要跳出胸口。她咬紧牙关，艰难地平复呼吸，试图用理智来驱散脑海中升腾的恐惧。停下，冷静点，她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，但那声音依旧在她的脑海中回荡，像一种无法摆脱的阴影。突然，前方的黑暗中，一点微弱的光线闪烁起来。李娜不由自主地朝着光亮的方向走去，光线逐渐变得明亮，渐渐显现出一个铁门的轮廓。这扇门看起来十分古旧，锈迹斑斑，仿佛已经多年无人打开。门上还有些许被剥落的漆，
显得破旧不堪。李娜将手伸向门把手，忽然觉得那道门似乎在用某种神秘的力量反抗她的触碰，她的手指颤抖着，几乎没有力气将门推开。她心中一阵烦躁，却又无法停下自己的动作。终于，她用尽全力推开了那扇门。门开的一瞬间，李娜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住了。房间内部是一个幽暗的空间，墙壁上挂满了旧照片，照片中的人脸模糊不清，只有一双眼睛透过照片中凝视着她。每张照片中的人物都有着一双空洞、冰冷的眼睛，仿佛她能从照片里感觉到那些目光的凝视。她的内心开始变得极度压抑，周围的空气仿佛变得更加冰冷，手中的手电筒的光也似乎变得微弱，仿佛这片空间本身吞噬了所有的光亮。她低头看到地面上铺满了灰尘和泥土，而泥土中似乎隐约显现出一些深深的脚印，那些脚印深深地刻在地面上，仿佛有人在这里走动过。她试图抑制自己内心的恐惧，继续向前走去，但忽然她的脚步声不再是独自的回响。她停住脚步，耳边传来了微弱的脚步声，那声音清晰且有节奏，仿佛另一个人正在跟随着她，紧紧地跟在她的后面。李娜回过头，瞬间愣住，她看到走廊的尽头，一个身影在阴影中若隐若现，逐渐向她靠近。那身影模糊不清，仿佛在不断的变形，忽而高大，忽而矮小。李娜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，她的脚步不由自主的后退，但那身影似乎永远无法被甩开。谁在那里？她大声喊道，声音颤抖。沉默回响在她耳边，随后那身影突然停住了，逐渐显现出了一张模糊的面孔。那是一张熟悉的面孔，程颖。李娜的心跳剧烈加速，呼吸变得急促，她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张面孔从黑暗中缓缓浮现，眼睛依旧空洞，仿佛没有灵魂。程颖的嘴唇微微动了动，但李娜听不到任何声音，只是感觉到一种深深的恐惧正从她心底蔓延开来。你是谁？李娜的声音颤抖，她用尽全力开口，但程颖依然没有任何回应，只是用那双空洞的眼睛死死盯着她。李娜后退几步，直至撞上了墙壁，她的脑海中一片混乱，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。她试图用手中的手电筒驱散那种逼近的阴影，但光束照射过去时，程颖的身影却瞬间消失不见，四周重新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但就在这时，李娜听到了背后传来的声音，那是电梯的铃声。她猛地转过身，心中充满了绝望，意识到自己又一次被引导回到了最开始的那个地方。电梯不再停留在原地，它向下沉，逐渐消失在黑暗的深处。李娜几乎是被电梯的铃声吓到了，她的身体僵硬，脑袋一片混乱。刚才那个消失的程颖的身影一直在她的眼前闪烁，无法从脑海中抹去那张空洞的面孔。她感到自己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拖入了更深的恐惧之中。她缓缓走向电梯，心中充满了疑问，自己到底在经历什么？这个大楼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？程颖的出现是幻觉，还是有什么力量在操控她的感知？电梯的门在她靠近时自动打开了，李娜没有选择停下，而是机械般地走了进去。电梯中的镜面映出了她惊恐的脸庞，苍白，眼神茫然。她按下了地下的楼层按钮，电梯随着铃声再次开始下行，每一次的下行都像是将她推向一个更深的深渊。空气变得愈发沉闷，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她感到自己被困在了这个恶性循环中，仿佛无论如何努力，她都无法逃脱。电梯突然停了，光线暗淡下来，周围陷入了完全的黑暗。李娜伸手试图按下紧急按钮，但电梯似乎失去了任何反应，屏幕完全黑屏。她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咳嗽，那声音低沉且模糊，像是从电梯的某个角落传来。你终于来了。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，李娜的心猛地一跳，她的目光迅速扫过电梯四周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她知道自己并不是孤单一人，这个声音仿佛来自于某个深藏在电梯中的存在，既熟悉又陌生。是谁？她紧张地问道。你终于知道了。声音充满了某种无尽的悲伤与失望。电梯突然剧烈晃动了一下，
李娜几乎失去了平衡，跌坐在地上。她感到一股无形的力量在电梯内部蔓延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腐朽味，脚下的地面似乎变得越来越软，像是陷入了泥沼中。你错了，声音再次响起，你不该来这里。李娜的头脑一片空白，她感觉自己的意识已经不再完全属于自己。她开始明白，自己一直在追寻的真相，也许根本不该被揭开。这个大楼，这片土地，它们承载着无法言喻的秘密，而这些秘密早已经在她的心中埋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。电梯的门突然打开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黑漆漆的空间。李娜站了起来，震惊地发现自己竟然站在了大楼的地下停车场，那片她曾多次试图避开的地方。空气中弥漫着腐朽的气息，地面湿滑而黏腻，光线几乎全无，四周的车位空空荡荡，仿佛某种无形的力量正在吞噬着一切。他往前走去，步伐变得沉重，仿佛每走一步都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拉扯着他。忽然，他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程颖。他站在远处，脸上依旧挂着那种空洞的笑容，眼神仿佛穿透了李娜的灵魂，直达她的深处。程颖慢慢地朝他走来，脚步轻盈，然而每一步都让李娜感到一股莫名的压力。你要做什么？李娜的声音颤抖，眼神充满了恐惧。程颖没有回答，只是继续走向他，嘴唇微微动了动。李娜听不见他的声音，但那张面孔上愈发显现出一种讽刺的笑容。就在他即将走到李娜面前时，程颖忽然停住了，转身向远处的一扇铁门走去。李娜的目光紧紧跟随，那扇门与她之前看到的那扇门完全相同。她无意识地迈开步伐，想要追上程颖，但每走一步，那扇门距离她就越来越远。她的心开始剧烈跳动，感到一种无比压抑的恐惧，仿佛自己的身体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，不由自主地向前走。他的脚步变得越来越急，逐渐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，直到最后，他猛地扑向那扇门，眼前一片模糊，仿佛进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梦境。门开了，李娜跌跌撞撞地闯入，四周变得更加黑暗。她伸出手，却触碰到了一个冰冷的表面。她的眼前突然闪过一道耀眼的光芒，在那一刹那，李娜看见了大楼的全貌。那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大楼，而是一座被某种神秘力量控制的祭坛。整个大楼的构造是精心设计的，中心位置正好对应了那片阴气最重的土地。大楼的每一层，每一寸土地，都是某种邪恶力量的栖息地。李娜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，她意识到，自己一直以来的调查，不过是这场恐怖仪式的一部分，而她正是那场仪式的目标之一。在最后一刻，李娜明白了，他并不是要揭开这座大楼的真相，而是被这座大楼引诱，进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陷阱。他感到自己被深深拉入了一个无底的黑暗，所有的光与声音开始消失，他的意识开始崩溃，仿佛永远失去了方向。李娜的意识渐渐模糊，她的头脑在黑暗中漂浮，无法分清现实与幻象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，周围一片死寂，仿佛整个世界都静止了。他的身体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束缚住，无法再动弹。就在他准备放弃抵抗时，电梯的铃声再次响起，那熟悉的声音仿佛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。他的眼前突然闪过一阵刺眼的光，光芒让他几乎睁不开眼，但他感觉到自己终于回到了电梯里。他抬起头，看见了那扇已经关闭的电梯门，仿佛这一切都不曾发生。电梯继续下行，门外的黑暗像是吞噬了一切，压得他几乎无法呼吸。李娜的身体僵硬，她强迫自己站起来，用力按下电梯的按钮，希望这场噩梦能尽快结束。然而电梯依然不停地下行，像一条无尽的深渊，带着他向未知的深处滑去。到底是哪里出错了？他自言自语，心中充满了焦虑和迷茫。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迷失在这个地方，永远找不到出口。就在这时，电梯的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个闪烁的字样：第0层。李娜的心猛地一沉，电梯停了，门缓缓打开，她看到自己站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四周空无一人，只有微弱的灯光透过地面下方照射出来。
给这片空间笼罩上一层朦胧的光辉。他走出电梯，愣住了，面前是一条黑暗的走廊，墙壁上爬满了腐朽的痕迹，像是某种病态的蔓藤。在这条走廊尽头，有一扇微微开启的门，李娜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吸引。她知道，那扇门后或许就藏着她渴望了解的真相。她走进了那扇门，门口的缝隙里传来一阵低沉的声音，声音里夹杂着难以分辨的言语，像是某种古老的诅咒，随着空气的流动而变得更加清晰。你已经找到了。那个声音低低地说道，仿佛是从地底传来，回荡在她的耳边。李娜的脚步停住了，她的心跳突然加速，恐惧开始涌上心头。她再次逼迫自己深呼吸，走到了门前，缓缓推开了那扇门。门内是一个奇异的空间，充满了诡异的符号和图案，地面上摆放着一些奇怪的物品，像是祭坛一样。墙壁上挂着不同年代的照片，每一张照片里的人物都面无表情，眼睛空洞的像是被抽去了灵魂。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墙角处有一个镜子，镜子中的反射却并非李娜的身影，而是一张模糊而扭曲的面孔。那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却充满了不可言喻的威胁。突然，他听到背后传来了脚步声，他猛地回头，脸色苍白。那扇门已经悄然关闭，电梯早已消失，四周只剩下这个漆黑的空间。李娜紧张地抓住墙壁，后退几步，陷入了某种无法摆脱的困境。她明白了，这个地方并不是她能够理解的现实世界。她走向镜子，感到一种莫名的引力在吸引着自己。镜子中的面孔仿佛是在诉说什么。她的手无意识地伸向镜面，触碰到那冰冷的玻璃。刹那间，李娜感觉到一种剧烈的拉扯感，她的身体被镜子吞噬，瞬间陷入了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。她感到自己被吸入了一个无尽的漩涡，意识开始模糊，无法挣脱那股力量。然而，她的意识并没有彻底消失，她依旧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，听见某种低语声萦绕在耳边，仿佛在提醒她，她永远也无法摆脱这里的一切。镜子里的反射不断变化，变得越来越模糊，最终消失在黑暗中。李娜的身影开始逐渐消失，仿佛成了这个空间的一部分。这座大楼成了她的坟墓，而她也将永远困在这无尽的恐惧中。